全部警力分为2队，第1队由大刘老王带领，继续在全城搜捕刘晓；第2队跟我到德成博物馆担任西洋古董钟展览的安全工作。是。记住，每扇门窗、每条线路、每条管道，甚至每个灯号都要仔细检查。是。你们几个去那边。公孙探长，季老，哎呀，你来了，我就放心了。季老，安全工作还需要您的配合。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博物馆一定全力配合。请进。你好，你好。谢谢你放下手里的工作配合我们调查。你客气了，请坐吧。谢谢。大家都是为了尽快查出凶手，让沈老可以安息。你能再说一下沈老的情况吗？沈老从任职上退下来以后，一直作为市府的参议，负责一些文化保护和文物交流的事务。他跟人有没有什么争执，或者是别人对他有没有什么意见？沈老为人非常谦和善良，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冲突。你确定？市府上上下下各级官员都非常尊敬沈老，他出了事，大家都非常难过。我也跟了沈老7、8年了，如果他有什么仇家，我不会不知道的。沈老最近是不是频繁出入德成博物馆？是的，以前也没这么频繁。不过最近都是为了推广碳14的事情，所以去的比较多。老大，刘晓有消息了。对，有名刑警曾经看到过刘晓。对，他就在我旁边。你确定是这个人？对，绝对没错。这小子和那伙贴海报的人在一起。我好不容易找到他们的狗窝，就在波兰街。老王，你们现在的封锁附近街道，不要轻举妄动。我们马上过来。是。虎头，哎，快没酱油了，买瓶酱油去。好嘞，老大，这就去。虎头，走。上。叫胡法医过来。是。从伤口的切创来看，应该是血眼巨魔的手法。探长，胡法医，现场清点了一下尸体，6名死者中没有发现刘晓。6条人命，简直太残忍了。上次是在小旅社，这次是在波兰街，2次都让巨魔抢在我们前面下手。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我干警察几十年，我就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真窝囊。哎，这家伙，简直比鬼都可怕呀！可怕的不是鬼，是人心。在《聊斋志异》里面，孤魂野鬼尚且有情，可是，在现实社会当中，人却可以为了一件冰冷的古董而大开杀戒。到底是鬼更像人，还是人更像鬼呢？头儿，有结果了。银行说，这笔贿赂修车工的连号钞票，跟这笔孙大明家里发现的新钞，竟然是来自于同一个户头。同一个户头，那么就是说，收买孙大明和杀害沈老的幕后黑手是属于同一个人。这个户头是谁开的？查过了，开户人用的是假证件，身份查不到。嗨，你这不等于白说吗？哎，别急，我还没说完呢。后来从银行调出了这个户头的全部明细，结果发现户头的大笔汇款是从一个神秘海外户头来的。这是条线索，但是必须得走程序，申请国外的警方协助调查。老王，哎，老马，还是你来负责联络。行。哎，探长，为什么不让我去啊？你这是怀疑我老王的办事能力吗？你来。好了，不管怎么说啊，现在呢，沈老的车祸案跟血眼凶案这两起看似毫无关系的案件已经被勾连在一起，那我们就并案调查。好，好。警方去查了假户头，也许会很快发现线索。这才像个对手，否则这场游戏也太乏味了。你去准备吧，记住我们的目的地，路上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听明白了吧？是。大家不要愁眉不展的呀，老王、老马，赶快吃吃喝喝。今天我请客。包大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你就是在这愁到天黑，也抓不住血眼巨魔。检察官，你是不是手里有什么线索没给我们大伙儿说呀？哎，那快跟我们说说。你们知道那个血眼的图案代表什么？那个血眼图案其实是孔雀眼的图案。孔雀眼，你知道吗？哦，知道，不就是清朝当官戴的帽子那后边那根翎子吗？它确实是孔雀翎毛上的图案，但是却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什么含义？指纹。指纹？你们伸出你们自己的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指纹，斗或者是簸箕。哎，我有4个斗。老话说，1斗穷，2斗富，3斗4斗开当铺。小二命，你干嘛不去开当铺？怎么混到我们警察队伍来了？正经一点。孔雀眼其实是斗形指纹的一种变形体，形似孔雀的翎毛。根据皮纹学的研究表明，具有孔雀眼指纹的人，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和超乎想象的创造力，所以被称为指纹之王。什么变形体？什么是变形体啊？像这种，我看看。果然是孔雀翎毛，难怪包大哥那么聪明啊！我有3个。哎，
我听过这么一种说法，有3个孔雀眼的人已经极其罕见了。哎，我有半个。你这是半个鸡眼，什么？我真有半个。真有什么？我怎么没有啊？探长，我看你手指啊，有没有孔雀眼？孔雀眼啊，就是指纹之王。有人聪明，就是因为什么？啊？别跟我提这个！他怎么发那么大火？我刚才看了他的指纹，也许没有孔雀眼吧。我去看看他。你们喝。发现孔雀眼的事，为什么瞒着我？谁告诉你的？别问谁说的，我问的是，知道孔雀眼的线索，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就知道你听到这个消息会是这个反应。你办案子一向冷静，这点我是放心的。可是，一碰到跟孔雀眼有关的案子，你就不是你了。你说，我怎么放心把这样的案子交给你呢？不信任我，可以不干。哼！局长，公孙泽听到孔雀眼为什么发火？这都是你惹的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说那指纹，他就暴跳如雷的。你不知道啊，10年以前，德城曾经出现过一个十分恐怖的犯罪组织，名字就叫孔雀眼。这个组织行事高调，十分猖獗，屡犯大案。但是这个组织犯罪手法又十分诡秘，警方无从下手，各宗大案一直没有侦破。孔雀眼在制造这宗大案之后，便在德城刮起了一股罪恶的旋风。13富豪被绑架，浦江路电车爆炸案、明辉大厦坠楼案、高阳杀手无头阴影案，总之，所有的案子惊天动地，所有的案子又都毫无头绪。那个时期，孔雀眼简直就是德城所有警察的噩梦。孔雀眼组织之所以可怕，据说是他们的团伙里有个可怕的首领，人称孔雀王。此人是个犯罪大师，邪恶的天才。有他的存在，这个组织犯罪活动简直是滴水不漏。确实如此，我看档案也确实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后来呢？孔雀眼怎么没有了？难道说你们找到了一个天才的警探？哪有什么天才啊？后来警方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动用最原始、最古老的侦破手段——排污问题。对，警方派了一个警员打入了孔雀眼，他成功的渗透进去，甚至得到了孔雀王的赏识。这个人是谁啊？他就是公孙泽的哥哥公孙亮。他如果还活着的话，能力绝对在公孙泽之上，绝不在我之下。其实，公孙是警察世家，公孙亮是公孙世家里最优秀的年轻警察。公孙泽和他的哥哥手足情深，他一直都把他哥哥视作他自己的榜样。怎么还是比你差2环呢？你居然10枪全中，而且几乎打在同一个点上。不行，我要再来一次。刚才我手抖了一下。那再来最后一次。好。
入孔雀眼之后，蛰伏了1年之久，终于接近了孔雀王，而且有机会搜集到最重要的证据。只要这个证据拿出来，就能直接给孔雀王定罪。没想到，还是被孔雀王给识破了。公孙亮死在了孔雀眼的炸弹之下。公孙泽当时目睹了他哥哥的惨死，从那时候起，他就立志要捣毁孔雀眼，为他的哥哥报仇。怪不得他脾气那么古怪。哎，不过局长，我刚才看档案的时候，发现所有案件都终止在爆炸之后，为什么呢？这到现在都是一个谜。爆炸案之后，孔雀眼在德城就销声匿迹了。哎，那么庞大的一个组织，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任何痕迹都没有留下，就留下一个让所有警察一提起来就头疼的名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虽然我知道我不该用这个词，但是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传奇2个字。这话要叫公孙泽听见了，绝对跟你势不两立。我明白，我明白。这些年，公孙泽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查着孔雀眼，但是丝毫也没有进展。这次，孔雀眼在德城再现，这肯定触碰到了公孙泽最敏感的神经，所以一定要对他严加保密，知道吗？可是局长，这凡事呢都有2面性。您只是看到了他在案件上的不冷静和冲动，您没有看到他的隐忍还有激情。激情这东西呢是压抑不住的，一旦他要是听到孔雀眼的消息，就算没有您的命令，您觉得他会老老实实待在龙图公寓吗？局长，谢谢您对我的保护。我已经冷静了，我知道我作为一名警察的职责是什么。我请求你，同意我参与对孔雀眼案件的调查。我会以最冷静、客观的态度，投入到孔雀眼犯罪组织的案件调查中去。其实啊，这新发现的血眼符号，在以前的孔雀眼犯罪记录当中，没有被使用过。血眼就是孔雀眼，这只是一种揣测，或者呢，完全是一种巧合。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之前，我不想兴师动众。局长，现在我们对于血眼案件的调查已经陷入僵局，一切都回到了原点。就算孔雀眼只是假设，我们也可以顺着这条新的思路查一查。那好吧，我同意你们重新开启孔雀眼的旧案档案。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从现在开始，你们每一步每一个计划必须向我汇报。尤其是你公孙泽，你不准擅作决定。如果发现你擅自行动，我随时停止你们的调查权利。好。探长哥，我不知道原来你……这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我承认跟我没关系。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会全力以赴。当然了，我只是协助，我会严守一个提建议的本分，一切的决策都由你自己来决定，你才是男主角。短3年时间，竟然犯下了80几宗惊天大案，平均算下来，每个月要犯2.33起案子，而且不一真人，简直就是神一样的犯罪。
更神乎其技的就是，居然所有的罪案都没有披露，唯一拿到的证据就是你哥哥公孙亮的报告。终于拿到孔雀眼的指纹，这真是令人惊叹的指纹组合，神的指纹。它有4只孔雀眼，对称地分布在左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并且右手的2只是反向孔雀眼，居然比我还多1只孔雀眼。看来孔雀王的天赋在我之上。这些都是孔雀眼当年制造过的所有爆炸案的现场图片，一共16起。这个是起爆电路，这个是导线，这个是雷管。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那起，这起，还有这3起，起爆电路都出自同一人之手。没错。孔雀眼我了解，这个组织极其严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制造炸弹也会有专人负责。棒极了，这确实是一条线索。哎，我说小 Q 啊，又搞发明创造的啊？嗨，试验又失败了。不过科学的进步总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说得好，说得好。 DBI 早晚有天会被你给拆了。拆得好，拆了我们盖新楼搬家。来，帮我个忙。好。你们看，这是在琳琳家门前缴获的那颗炸弹的起爆装置，而这4张是10年前孔雀眼犯下的系列爆炸案中炸弹的起爆装置。相同的布线，相同的导线方式。再看这儿，就连计时器用的闹钟都是同一个牌子。不出所料，这恰恰说明琳琳家的炸弹也是孔雀眼制造的。的确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每一个制造炸弹的人都会有自己特定的习惯和手法，就像一个人的签名一样，不会轻易改变。这些爆炸案虽然前后相差10年，但却是说明孔雀眼卷土重来的最有力证据。血眼凶案现在可以定论为是孔雀眼一手策划的系列凶案，盗窃玉如意的主谋也应该是一个犯罪团伙。凡是有因才有果。我看了孔雀王所有的资料，发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他所有的罪案全都计划周密，几乎无懈可击。可以说他是一个犯罪的天才，也是一个犯罪的高手。他喜欢玩弄人的心理，喜欢故布疑阵，就像这个9连环一样，环环相扣，却又疑雾重重。我们呢，只有找到源头，才能够拨云见日，水落石出。那你所谓的源头指的是什么？就是1年前的乌盆案。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固执，现在还揪着乌盆不放。是啊，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孔雀王，所以我就不得不审视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遗漏。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被我们给忽略了。什么？就是这个乌盆是怎么出现的？他不是赵大的店里附送给你妈的吗？赵大始终都没有承认他送给过我妈一个乌盆。我开始还以为他是因为害怕暴露乌盆里面的罪恶，所以一直在撒谎。后来我发现不是这回事，因为他已经承认了2起杀人案，那就没有必要再撒谎。至于说我妈妈，虽然有时候会比较糊涂，但是她从来都不撒谎。那么这个乌盆是怎么出现在龙图公寓的？一定是有人把它放在这儿。那么这个人的动机又是什么？莫非这个人想借乌盆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是在变相的报警。这个神秘的人物一定知道乌盆里的秘密，可是出于某种原因，他又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或者他根本不敢直接报警。会不会与姚长有关系？甚至可能就是姚长的人。我去过一次姚厂，见到了一位老姚工。嘘，你是谁？不要管这些，赶快离开这儿，这里很危险。他当时警告我说，让我马上离开此窑沟，说这个地方很危险。后来我再去找他，他就不见了。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老窑工身上下手。这条线索你来查，我给你调派人手。
那你呢？相比之下，我更看重结果。我认为孔雀眼的主要意图还是在博物馆，我会盯在那儿。哎呀妈呀！哎，渴死我了！下去。坐吧，坐吧。查的怎么样啊？根据磁窑沟那窑厂的厂主交代，我跟老王这2天走访排查，核实了他所有的工人，只有一个老窑工符合您说的那个年龄特征。我跟老王今天去了那老窑工家，可是他不在，他的孩子说他进城去会客了，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他们家呀住的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呢，我就让老王先在那儿盯着，我回来向您报告。非常好。好，这个送给你。喝水去吧。行，那我找水喝去了啊。偷懒的家伙。这就是你刚才交代的，好好看看。大刘，然后在上面签个字。其他人呢？检察官，他们都各忙各的去了。哦，那你跟我出去一趟。好。老人家，我是德城的独立检察官，叫包正。上一次我是来过窑厂的，幸亏您好意提醒，才让我捡了一条命。这一次来呢，一是想感谢您，二呢是想请您再次帮忙找出真凶，希望您能开门。哎，对了，大刘，把车上那个箱子帮我拿下来。是。老人家，您那小孙子可够幸福的，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唉，穷人家嘛，买不起城里人那些个洋娃娃，瞎做的都孩子玩的。小孙子去姥姥那儿了？哎，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随便猜。他不在的时候啊，老头还挺闷的。检察官，哎呀，这屋还真够冷的。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我们干的那就是扒坟掘墓的行当，收的东西啊，那里里外外都有阴气，说不定啊，那上面啊还附着不少的冤魂。你说这阴气这么重，这屋子里能不冷吗？来，大爷点上。老人家，您认识这个吗？当然认识了，这就是个乌盆，是个仿制品。我们厂里这个多了去了，满地都是。你要的话，我明天再给你多弄几个来。我不是想要这个乌盆，我是想让您给我说一下它的来历。你们还是走吧。您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你要是有的话，跟我说，我可以帮您解决。老人家，你怎么了？我身体不适，我就不送客了。你们走吧，你们走吧，走啊，走吧。哎，等等，什么都别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乌盆的来历可都在乌盆里边啊，走吧。哎，开门！检察官，这老头怎么回事啊？逗我们玩呢？算了，还是走吧。乌盆的来历就在乌盆里，乌盆的来历在乌盆里。哎呦妈！你干嘛？人吓人，吓死人的，你知道吗？喂，你脸上贴那么多黄瓜干这乌盆弄好了，好歹也没浪费一个乌盆呐。你知道吗？这就
算不是个古董，现在也值1000块啊！放啊放啊，就1万块了，是不是啊？啊！哎，儿子，你把这位修乌盆的专家请过来，妈要请他吃饭，感谢他。不用了吧？怎么不用啊？人家好歹啊，帮我们挣了1000，不是1万块呀！一定要请他吃饭啊！啊，我试试看吧。哎，对了，妈，你这次请人吃饭呢，记住啊，千万不要把那个什么蓝艳艳再找来了，公孙泽他会很难堪的。对呀，把蓝艳艳请过来也好啊。哎呀，我都说了，那个公孙泽对这个蓝艳艳、紫艳他都没什么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胡小姐。哎，那把胡小姐请过来就是了。哎呀，我都说过了，你没听我说话，你这么做人家会很难堪的，人家会跑的，会跑的。他要跑关我什么事啊？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妈呢？啊！你少小离家，好不容易现在跟你住在一起，你居然嫌我吧？你不怕天打雷劈呀？哎呦妈呀！你怎么干哭没有眼泪啊？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这种感觉是最痛的，你知道吗？啊，好痛啊！哎呀，哎呀！9号报告，包拯又盯上了乌盆的线索。真是个难缠的小家伙，你下去吧。是。嗨，杨兄。检察官大人，今天又要修补什么东西啊？直接去找孟小姐不就好了？我哪有那么多东西要修补啊？倒是你们一天对着这么多的古董，没点定力，可还真是不行啊。哎呀，这些个呀，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能够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是我们干这行的最大的荣耀。哎，对了，你上次呢帮助我们修好那个乌盆，让我们破获了一起制造假文物的团伙。我这次来是特意要感谢你一下。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我呢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我妈想请帮她修复好乌盆的专家到我们家共进一顿晚餐。这个恐怕不行啊。哦，按照日程表的话，我今天要对文物进行日常的保护工作。要不这样吧，你去找孟非，修补这个乌盆啊，他也有功劳的。那好吧，再见。怎么了？不理我了，还记仇呢？看来我是最近太累了，耳朵不舒服。我上次是无心的。不是每一个游客都像你这么爱炫耀。我上次也没说错，对吗？历史本来就是各家之言。你是不是特别注意我？你离我远点。你再这样，我报警了。我就是警察。你现在的表情应该是愤怒，可是你却是逃避，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羞怯。懒得理。既然你这么注意我，那我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吧，我也就不搞那么多虚礼。激将法对我没有用的，而且这也不是讨女孩欢心的好办法。你错了。你看梁山伯和祝英台，实际祝英台呢已经3番4次的提示梁山伯，她是个女人，她非常喜欢他。还有就是牛郎和织女，牛郎实际是偷了织女的衣服，然后2个人才幸福的走到了一起。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就是，如果2个人想真正的在一起好，必须有一个人要先耍流氓。如果你不怕耍流氓的话，
为什么不敢接受我的副业邀请？我是想真心的感谢你和杨老师帮我修好了屋台。好，不见不散。彪啊，今天有贵宾来呀，委屈你一下，去书房吧。啊！哇，你真帅呀！好看，好看，好看。谢谢。王妈妈，你那个珍珠项链又大又圆，还很温润呢，肯定很贵吧？假的，他爸送的。他那么穷，哪有钱送我这样的东西啊？哎，薇薇安，那个专家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知不知道？我问了很久啊，都没问出口风来。我也没见过，不过包大哥肯定很重视，礼服都赚上了。这边，喂，我以为啊，那个能妙手回春的是个老头，想不到是你这个大美女，还记得吗？对对对，哎，伯母，您太客气了，这回我把见面礼补上。哎呦，有礼物！哎，小妹妹，不好意思啊，这次没给你带礼物，下次我一定补给你。客气客气，来，坐，啊，坐吧。快点呀，赶紧的你。吃饭呀，要不菜都凉了。来，我点菜啊。来，吃鱼。哎呀，谢谢。哎呀，你太瘦了，生小孩就不顺利了，多吃点啊。来，吃啊。你怎么只吃青菜啊？他有病。真的，他呀。有蛋白过敏症啊，不能吃鸡蛋啊、奶啊，肉都不能吃的。那你不就只能吃青菜了吗？对啊，所以我们叫他菜包。哎，孟小姐，你多大了？是德成人吗？哎呀妈，你这么跟女孩子说话，好像不太礼貌哦。伯母，我今年23。属什么的？哎，又来了。女孩子说话，男孩子插什么嘴？我属蛇。孟非姐，你怎么保养的？你的皮肤看起来好好。是啊，其实伯母，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的肥皂叫西洋肥皂，是橄榄油制成的，用在身上特别滑。还有一种花水，敷在脸上对皮肤也很好的。我那里还有存货，先拿给你们用。如果你们觉得好的话，我再让英国朋友都带下来。好啊，谢谢你啊。哎，怎么搞的？这几个月一到20几号就停电。就是的。我前2天加班也总是这个情况，那只好点蜡烛了。你们等着我去拿蜡烛。哎，等一下，这么黑，我陪他一起去吧。小心点儿。儿子啊，她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啊？当然不是了。你还当然不是，当然要赶紧追了，要不然这么好的姑娘给人家抢走了。哎呀，妈，我说你不会吧？人家就送你一个小礼物，你就被收买了？臭小子，你以后找不到媳妇儿的时候，不要回来跟我哭啊！怎么会啊？那其实你是不是对人家有好感呢？我不告诉你。好黑啊！孟非姐，你小心点儿。哎呀！怎么了？孟非姐好像扭到脚了。没事吧？啊，没事。你去看一下呀。哎呀，无
所谓啊。孟非姐，你怎么样了？我没事。哎呀，孟非姐，你在这等我吧，我上去拿。楼上你也不知道，别再磕着碰着了。你等着啊。你小心点啊。你放心，我已经练出来了。等着。